这不是经济周期的起伏，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集体溃败。2025年，中国汽车行业的真实现状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惨烈。那些停在展厅里的新能源汽车，价格被砍到冰点，广告宣传还在高喊技术平权、智能体验。但这些光鲜亮丽的表象背后，是一整条产业链正在沉默倒下，是一家家车企在利润崩塌、债务激增的绝境中苦苦支撑。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公布的最新数据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33家上市汽车制造商的总负债已飙升至9590亿元人民币，相比2019年增长了整整56%。这一数字距离1万亿债务只差临门一脚。财务指标的集体恶化正在揭示一个残酷的事实：整个行业正在被产能过剩和价格战拖进深渊。利润率中位数从2019年的 2.7% 暴跌至2024年的 0.83%。这意味着平均每赚100块钱，真正到手的净利润甚至不够一瓶饮料的钱。与此同时，产业的总库存量在过去6年里翻了1倍，到2024年已高达3700亿元。这些卖不掉的汽车正在工厂、物流仓库和经销商手里越堆越多，压得整条供应链喘不过气。负债比例也一路飙升。2024年33家车企的债务股权比中位数已升至 51.3%， 比2019年高出 21%。车企的资金来源越来越依赖借债，而非经营盈利。换句话说，未来的增长是用未来的钱赌明天的希望。而这场拖延正视的绝望还在蔓延。支付供应商和其他短期债权人的账期越来越长，从2019年的99天延长至2024年的108天。更糟糕的是，头部企业的情况比想象中更极端。比亚迪的平均付款账期高达127天，蔚来汽车和小鹏汽车甚至分别长达223天和237天。相比之下，欧洲和德国的汽车制造商通常在40至50天内就完成对供应商的付款。差距不只是运营效率的问题，而是整条产业链资金紧张的具体体现。英国金融时报在今年6月的一篇调查中提到，在被统计的16间主要上市车企中，超过1/3的企业流动负债已经超过流动资产。为了维持现金流运营，越来越多的整车厂开始向供应商施压，用延迟付款、压缩成本等方式缓解自身困境。比亚迪的例子尤为典型。2024年底，这家新能源汽车巨头的流动资产为3710亿元，流动负债却高达4960亿元，营运资金赤字达到1254亿元，比2年前增加了 36%。一位产业链分析师透露，这样的资金结构意味着，如果没有持续的现金流补充或外部融资支持，哪怕是龙头企业，也可能因为一笔大订单、一次原材料波动而导致资金链断裂。利润的下滑是全行业性的趋势。今年第一季度，中国车企的平均利润率仅为 3.9%， 较去年下降 0.7个百分点。市场普遍预测，到2026年，一批中小车企将在这一轮淘汰赛中因流动性危机而倒闭。而这只是冰山一角。在2025年7月10日举行的贝壳财经年会上，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、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罕见地直接指出，中国制造的3000万辆汽车卖出的利润还不如日本丰田制造的900万辆。言下之意很明确，一边是全球最大的销量，一边是全球最低的利润回报。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。丰田汽车2025财年、2024年4月至2025年3月的财报显示，公司净利润高达 4.765 万亿日元，折合人民币约2337.28亿元。
虽然同比下降了3.6%，但这个体量仍然远超多数同强。再看中国车企，根据 Dear Auto 统计，2024年中国18家上市乘用车企业中，13家实现盈利，总净利润仅为1226.77亿元。如果算上另外5家亏损企业，中国乘用车上市公司整体利润不到900亿元，仅为丰田的40%都不到。对比之下，差距几乎是碾压式的。而从单车利润来看，差距同样令人震惊。丰田预计2025财年全球销量达1040万辆，平均每辆车净赚2.29万元。而比亚迪2024年全年销量为427.2万辆，净利润为402.5亿元，平均每辆车仅赚0.94万元。这场不对称的博弈正在让中国汽车制造看起来越热闹，内里却越虚弱。黄奇帆还在年会发言中提到，中国制造业虽然整体规模全球领先，但附加值的核心结构仍然薄弱。一部售价6000元的手机，拆解后发现零部件总成本不到3000元，其余的价值在于看不见的软件系统、专利授权、芯片架构、设计理念。制造业想要高利润，靠的不是钢铁、电池和生产线，而是那些被嵌入产品背后的无形资产。这是整个中国汽车行业始终挣脱不了规模大、利润低宿命的根源之一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，中国33家上市车企的负债总额已经接近1万亿元。这个惊人的数字背后，是一个个工厂的资金困局，是一轮轮资本烧钱后的空转，是一次次以价换市换来的惨淡报表。一切都在清晰地指向同一个问题：产能过剩与价格战联手掏空了这个行业的利润模型，把一家家原本意气风发的车企推向了生死边缘。事实越来越清楚，单靠规模大已经无法拯救一个正在走向内卷深渊的产业。尽管制造产能遍地开花，中国车企依然陷在一个无法挣脱的循环，越扩张越烧钱，越烧钱利润越低，利润越低就越依赖压缩成本，打价格战。短期销量数字好看了，但中长期的盈利能力、产品价值、品牌形象却在逐渐坍塌。黄奇帆在年会上的那番话点破了现实：中国制造虽然规模庞大，但核心竞争力始终在附加值环节缺位。真正能撑起高利润的，从来不是产线，而是嵌入产品背后的知识产权、核心算法、软件系统、专利技术。这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底层逻辑。中国汽车产业正好被卡在了看得见的制造有了，看不见的价值没有的尴尬地带。新能源汽车表面上是高科技，实际核心组件的控制权大多还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。电池技术虽然强，但芯片、自动驾驶算法、操作系统平台等关键环节仍严重依赖外部供应商。整车企业对关键技术缺乏主导权，也就失去了议价能力。这就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：国产新能源车越卷，利润反而越低。因为他们拼的是价格，不是技术；拼的是销量，不是附加值。如果说技术控制权缺位是慢性病，那么价格战就是毒药。自2023年开始的那场新能源价格战，到2024年已全面失控。一辆20多万的新能源 SUV， 短短几个月时间，价格被砍下2-3万元，二手车价格更是跌成白菜。消费者看着实惠，整个行业却陷入集体血亏。33家上市车企的账期越拖越长，不只是为了优化现金流，而是因为实在没钱了。数据显示，中国车企支付供应商的平均账期，从2019年的99天拉长至2024年的108天。在头部车企中，比亚迪的账期已达127天，高于2019年的81天。
吉利从139天拉长至193天，而蔚来和小鹏则直接突破200天，分别达到223天和237天，几乎是德国同行标准的5倍。这意味着大批上游供应商成了车企变相的银行，没有实质性的收益，只是被迫不断续命。6月1日，中国政府公布新规，要求大型车企在收获60天内支付货款，试图用政策手段强制规范行业生态。但在缺钱成为常态的背景下，新规更像是道德勒令，难以真正改变车企与供应链之间的权力结构。中国欧盟商会前主席伍德克直言，这一规定意在建立公平环境，防止车厂把供应商当成免费的金融机构。他补充道，在欧洲，40至50天的账期已是常规，而当前中国的账期状况不仅影响信用，也在破坏整条产业链的可持续性。如此极限压榨之下，谁能真正活下来？现实是，即使销量再创新高，产业结构已经开始出现崩溃式分化。2024年全年中国汽车总销量预计达到3100万辆，继续稳居全球第一。但这一数字背后是头部车企逐步垄断市场份额，中小车企被挤压的几乎没有活路。市场集中度加剧，马太效应显现，前5大车企占据60%以上的市场份额，留给剩下数十家中小企业的空间越来越狭窄。而其中的大多数本身就没有稳定盈利能力，只能靠外部融资维持运转。公开资料显示，2024年，比亚迪利润率已从最高点的 4.4% 下降至不足 1%， 长城汽车出现亏损，全年净亏高达23亿元，蔚来、小鹏、哪吒3家新势力合计净亏损超200亿元。一些曾经被资本疯狂追捧的新势力企业，现在成了负债黑洞，市值大幅缩水，现金流枯竭，股价接连暴跌，退市警报已经拉响。资本市场已经给出答案。Wind 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新能源整车板块整体下跌超 22%， 市值蒸发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。蔚来汽车从2021年巅峰时的860亿美元市值，跌到如今不足160亿美元。小鹏也从360亿美元跌至不到70亿美元。投资者开始清醒，不再盲目追捧所谓新能源概念，而是用脚投票。这一转变对整个行业来说是致命的。如果没有新一轮产业升级作为支撑，一旦资本收紧、销售放缓、资金链断裂的车企只会越来越多，真正的淘汰赛可能才刚刚开始。更大的隐忧还在于宏观环境，全国车市正面临饱和加通缩的双重冲击。一方面，新增购车需求逐步见顶，尤其是1、2线城市，家庭保有率已高，换车周期被拉长。另一方面，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，3、4线城市购车能力下滑，叠加房贷压力和消费信心不足，汽车正逐步沦为非刚需产品。在这场车市寒潮中，有人还在高喊转型、升级、智能化，也有人选择静默退场，不再烧钱。但不论是哪种选择，留给企业的窗口期已经不多。如果还继续无序扩张，毫无节制的以价换量，继续依赖政府补贴和产业融资续命，而不从根本上解决附加值结构缺失、技术瓶颈、品牌低端化的问题，那么这场产业危机只会越陷越深。这不再是周期低谷，这是一次从根部撕裂的系统性危机。或许未来3年里，中国汽车市场仍将保持总量第一的位置，但那将是一座建立在债务堆叠、利润虚空、竞争混乱基础上的沙丘帝国。而沙丘终究挡不住风暴。